当毒贩的火力超过有着国家背景的特种部队时，双方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故事开始于毒贩横行的墨西哥土地，主角格罗雷是墨西哥蝙蝠特种部队的一名上尉。刚和朋友喝完酒的他正准备离开，却看到几名壮汉竟试图在光天化日的警局门口强行绑架一对母女。格罗雷见状，不顾朋友的阻止，大步走向这群人。作为国家卫士，他绝对不会任由这些人在自己眼前欺负平民。看到有陌生人靠近，另了女人所说的死人坑，坑里正是不久前在追击毒贩约瑟夫时失踪的10名特种部队士兵。这件事影响极大，毒贩的所作所为是在挑衅政府的底线，部队负责人不会看着自己的士兵白白牺牲。他向当地的治安部长提出交涉，既然他们无法给出交代，那就让自己的人来调查。Entendido, coronel. Cuente con todo mi apoyo. 没过多久，负责调查的女中尉就掌握了一些线索。她注意到一个名叫梅迪娜的当地人，表面上他是亚特雷斯一家餐厅的老板，但背地里他是约瑟夫贩毒集团的高层。杀死那10名士兵他也有份，也就是说，只要能顺利抓住这个梅迪娜，找到约瑟夫也就指日可待。于是，在制定好计划后，队员们立刻展开抓捕行动。在此之前，他们就派人伪装成客人混入其中，所以整个抓捕计划相当顺利。里应外合之下，梅迪娜一众毫无还手之力，轻易就被制服。任务完成。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一名漏网之鱼却打算借机偷麻烦被解决后，狙击手也立刻撤出阵地。随后，他们来到约定地点，和当地警方完成对梅迪娜的交接。这次的任务就算圆满结束，但墨西哥政府部门被腐蚀的千疮百孔，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徒劳无功。然而，就在他们返回基地的同时，约瑟夫也和当地的治安部长见了面，用一手提带的现金换取到了格罗雷上尉的实时定位信息。临走前，部长还附赠了一条消息。Mañana sale Franco。刚刚两人碰面的过程全被小胡子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小胡子和约瑟夫是亲兄弟，约瑟夫原本打算在危机时刻用这段录像要挟部长，却不知今天的举动会给他们惹来大麻烦。任务完成后，上校给了他们3天假期，兄弟几人有说有笑的离开基地，打算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小胡子也被子弹击中，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倒在车旁。为了防止特种小队开自己的车离开，小胡子抬枪打爆了车胎。队员刚准备冲下去，小胡子的手雷就飞了过来。好在爆炸没有伤到他们，小胡子趁机将情况通报给哥哥约瑟夫，并叮嘱他一定要给自己报仇。等小队冲下来时，小胡子已经没了呼吸，2支毒贩小队全都折在这里。约瑟夫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并且对方既然能精准找到他们，说明基地有人暴露了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决定前往20公里外的陆军检查站寻求支援。没过多久，约瑟夫就带着手下赶到事发地，一眼看到倒在车旁的弟弟，抱着弟弟的尸体，约瑟夫怒火中烧，是要给弟弟报仇，于是又派出一队人马前去追击。此时小队刚好路过一个有水的地方，打算停下来短暂休整后继续出发，但这时哨兵却发现了追来的毒贩，足足有9人之多。众人商量后，准备借助地形展开反击。伯尼率先出手干掉2人，双方立刻展开激烈战斗。火力刚一停歇，毒贩人马立刻追了上来。小队一路来到一处山谷，领头的坦克率先发现一个山洞。格罗雷观察周围环境后，立刻命令队员进入山洞，自己则和狙击手伯尼躲在山洞两边的高地，形成交叉火力。等到毒贩人马追下来，2人立刻开始射击。领头的女毒贩逃走了，伯尼并无大碍，子弹只是擦过他的手臂。这时队员们相互搀扶着走出来，坦克也受伤了，脸部被跳弹划出一道口。必须尽快止血。随队军医托罗用火枪烧热枪口至退气，然后直接按在坦克的伤口上。这种原始的止血方式很管用。此时逃走的女毒贩已经和约瑟夫碰面，得知小队全军覆没后，约瑟夫却没有一点反应，因为这次他带来了更加强悍的力量，成员几乎全是部队退役人员。可他不知道的是，格罗雷已经察觉到对方在定位他们的手机，于是将所有队员的手机全部收了起来。等约瑟夫带着小队赶到时，只看到几具尸体，掀开盖尸布一看，每具尸体，约瑟夫快气炸了。现在他手上的那部定位手机也成了废品，但很快他就整理好情绪，带着人马继续寻找几人。由于一整天没吃东西，队员们全都精疲力尽，休息次数也增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格罗雷从小胡子的手机里意外看到了约瑟夫和治安部长勾结交易的视频，瞬间明白他们的位置频频暴露，全是治安部长搞的鬼。现在他们必须加快赶往陆军检查站，只有到了那里才能相对安全。于是队员们便继续赶路。或许是老天垂怜，没走多久，他们竟发现了一座毒贩的据点，里面有少量武装人员。考虑到队员们需要补给和休息，格罗雷直接带着众人摸了过去。在这里，格罗雷看到了之前被他救的那对母女，原来事发后他们刚回家，
就又被那群毒贩抓了回去。好在小队及时出现，才没让毒贩得逞。在安抚好母女俩的情绪后，队员们开始补给，需要的装备毒贩据点全都有，几乎可以满足他们接下来的作战需求。但母女的加入给他们增加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所以在补给完成后，他们打算带着母女俩尽快转移。可刚刚出门就遭遇了袭击，伯尼被子弹击中腿部，好在其他队员反应迅速，将他拖了回去。然后众人各占一处窗口，开始和外面的毒贩周旋。对方人数众多，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精兵悍将，也无法有效压制约瑟夫的人马。眼看奈何不了特种小队，约瑟夫让手下换一种思路，这座房子后面有他们用来转移毒品的通道，也许这会是突破口。于是手下带着一支小队摸了过去。随着鲜血流失过快，伯尼开始头晕，为了防止他休克，托罗将一块纱布塞进他的伤口，这是战场上的紧急救治手段。而约瑟夫为了给偷袭的小队争取时间，直接让手下架起重武器。队员们见状立刻搬倒沙发做好防御，因为美制 M2 重机枪 12.7 口径几乎可以穿透市面上所有。趁着他们换弹的功夫，队员们立刻反击。格罗雷在坦克的掩护下冲出门，对着他们丢出一颗手雷，瞬间干掉了机枪阵地。但返回时，坦克却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背。毒贩重新对着屋子发动持续性火力输出，队员们也抓住机会果断还击，再次带走几人。坦克伤势较重，枪里的弹药也用完了，于是呼喊队友支援。女孩听到后不顾母亲的阻拦，打算将弹药送过去。这时偷袭小队已经通过地道接近房子，坦克刚换好弹药，他们就露出了头。没多久便失去了呼吸。约瑟夫见自己无力再战，选择投降，缓缓从木桩后面走出来，并扔掉了所有武器。Ahora sí, pinches guachos. Ya les van a dar su diploma por haberse portado bien. Por llevarme a la grande, como ustedes dicen. Pinches murciélagos de mierda. ¡No! 格罗雷阻止了冲动的队员，然后放下手中的武器。虽然他们不能击毙一名认了怂的毒贩，但2名队员因他而死，他不可能让这个混蛋轻轻松松进监狱。救援的直升机赶到，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可他带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格罗雷上尉和他的队员们用生命诠释了正义与信仰的力量。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退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这不仅是一部简单的动作片，它更像是一首英雄的赞歌，歌颂着那些在黑暗中为了光明而战的人们。这才是男人该看的电影。此剧结。